大家好，我是科隆大学的文浩教授，这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 研究毛时代的中国。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我想采访金燕教授，他是中国政法大学退休的教授，也是有名的苏联和俄国历史研究的专家，从90年代开始也参加很多在大陆的这些研究苏联和俄国历史的研究的活动，所以特别感谢你今天到这儿。谢谢，所以谢谢文浩老师。对，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原来为什么跟研究俄语和苏联感兴趣和你当时的那个背景，对吗？你77年的毕业在兰州大学，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的这个。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文浩老师。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不能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的。学习俄语呢，是因为当时70年代或者是69年珍宝岛打仗，那国家发现俄语人才储备不足呢，就开始，大学已经停止了几年招生，然后就开始最早是好像有6所院校开始招俄语，招俄语。第一届像71届的话，我们的俄语的话，基本上是海陆空，全是军队的，全是军队是为打仗服务的。到了后面几届的话呢，其实这个战争的硝烟啊，战争的硝烟呢已经散去，所以我们后面呢就有一些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有的。那就是我学了俄语，学了3年的，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会到部队里去教战地喊话呀，去就是因为就是珍宝岛战役以后的话呢，还有那个特6-2的坦克被炸毁，也会那个部队也会用1:10的模型啊，在各个部队都在进行怎么样打坦克，但总的来说。中苏之间的紧张战争的空气已经在消缓，所以等我毕业的时候，好像这种为打仗要服务的这个背景就已经几乎消失了。那么那个时候呢，都是哪来哪去，叫3来3去，就是你从工厂来回到工厂去，然后你从部队来回到部队去。像我们呢，就是我从甘肃的一个县来，那我又回到那里去。可是7、8年呢，有了研究生招生的这种消息以后，我当然就觉得很兴奋。那是这个停止了10年，才开始有这种研究生招生的这个机会。当时好像只有兰州大学有，第一届有这个俄罗斯历史与现状的这个研究生。哎，那我觉得这个很符合我的愿望，所以我就报考了。因为我刚刚从学校毕业了1年嘛，在文革10年大家都不学外语的状况下，可以说这个语言还是给我打了一些基础。而我当时的俄语考的算是最好的，那个其他有些考试像中外历史考的都成绩不是特别好。进校以后，当然经过了比较系统的几年学习，可是因为我没有本科的这个学历，没有正式的学过历史，所以呢也就恶补了一阵。但那个年代的话呢，其实我们所用的课本和视野基本上还是原来50年代翻译的一些苏联的一些东西。当然是非常渴望能有机会再到苏联去看看。85年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呢，因为就是通过俄语考试以后，就准备选送到苏联去。当时学校说呢，哎呀，我还算年轻，又换了个年龄大的人去。那因为有永昼和永夜，他们在那里待不了呢，不习惯那个漫长的冬天，然后就名额作废了。后来教委就连着几年没有名额，等到89年的时候呢，因为89年我也就是
到了广场上去，那么在89年之后出国就正是不太合格，不合格的时候呢，当时我去问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出国的这个名额又给取消了？他说因为你上了广场，到了广场上去。我说你不是也在广场上吗？他说我是党委派的。我说那你知道我是怎么去的啊？就是我在家里做饭，然后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告诉我说，有些女生在广场上晕倒，男老师不太方便，希望我也去，所以我在家里做饭，关了煤气，赶快就去的。后来他觉得好像这个我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结果我就去了。这个时候已经国别已经换到了波兰，不再是苏联了。那个波兰已经经过89年的巨变，政治转型已经完成。那我到波兰的时候，已经是团结工会在执政的时候。那么原来作为东欧的卫星国家呢，都是要学习俄语的，所以东欧国家的人年纪大的都会说俄语。但是89年在巨变以后呢，各个学校呢，尤其波兰的这些学校停止了俄语学习。他们就必须要学习本国的语言，要求我们都要学习波兰语，所以我就学了10个月的波兰语。在学习过程当中的话呢，东欧国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为难，因为中国也发生了89。我的同事包括我的先生秦晖，他们都对中国向何处去就非常迷茫，希望我通过我的眼睛来观察了解东欧，所以他们就写很多的信，提很多的问题来问我。而这个呢，是我如果坐在教室里学语言或者在图书馆看书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提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社会转型啊，包括经济转轨啊，包括这些的话，那你说我坐在教室里是无从得到这些消息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秦晖写信，我说现在看来呢，有一个很两难的选择，因为我还要完成论文，你们又提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观察，我坐在教室里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我就说，如果我要承担一个记者的责任呢，去外面去了解这些情况，可能我教室里应该做的这些就完成不了。当时秦晖其实也考虑了一番，他告诉我，他说这个社会转型可能是千载难逢，官方的这种回答呢，又是经过了多层过滤和筛选，他说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是我们伸向东欧的这个一个潜望镜，希望来给我们反馈出真实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书可以复制回来读，那我就开始呢，就是像一个记者一样的到处跑现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了来回，包括我们来回一共去了6次苏联，然后波兰之外的这种捷克呀、匈牙利呀、这种斯洛伐克那时候还没有解体，那个都去了。包括在波兰各个工厂当中的就是经济转轨，他们是怎么分家的，团结工会在里面起什么样作用的，这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过程我也都去看了一些。当时我想是怎么样接触这个社会，是因为我认识的一些波兰朋友们，他们在就是大湖区一个叫阿尔兹丁的一个地方的有一个文化馆，他们想请我去教中餐和教太极，就是一些国粹的东西。我其实对这些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呢，可以接触一些就是不同不一样就各种各样的人群吧。所以我就去了阿尔兹丁。阿尔兹丁呢，就是教中餐的是一帮中年妇女，她们很关心中国的服饰，也关心中国文化。那么教太极的呢，是一帮半大小子，他们很关心中国功夫。但是我就很关心他们的家庭在这个转轨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每当休息的时候，我们都聊得非常热络，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就各取所需。他要了解中国，我要了解波兰，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就把秦晖提出的大量的问题，通过我的观察写信寄给他，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和没有手机，然后告诉他。这一些写了大概300多封信吧，300-400封信啊。写的这些信回国以后，我把它整理成几本书，一本呢叫《新鄂湘继承》，一本叫《10年沧桑》，还有一本叫《从东欧到新欧洲》啊，就是都是其实根据我写的这些信反映的当时的那些情况反馈给他的。那我还想之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可能那些年轻的观众可能没有明白，你说你也在官场上面，就是89年的嘛，那个天安门事件嘛，还是刚才是什么意思？你说因为他们刚开始不让你出国。对，我是在西安，我当时是在对，我当时在陕西师大工作。在西安广场上，它是那个新城广场，不是天安门广场但是那也有学生活动，对，有，因为各个省都会有的。然后他先要看你参加了没参加那个学生活动，然后才能决定你能否去。对，是。对，那你刚才说了你给你的爱人写的那些信呢？那我想问你在波兰的时候，你写那些信有什么敏感的问题，还是不敏感的？因为跟中国没有关系。当然跟中国有关系，因为中国也经历了89嘛，大家就觉得苏联东欧都是先行嘛，那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你包括我给你提到的，就是他们圆桌会议、政治和解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包括经济转轨具体是怎么样，因为那么大的国家资产是怎么样分到个人的，像匈牙利嘛。就全卖光向外资，那么像捷克呢，就是全都用那个，就是我们把它叫 voucher， 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国有化证券，国有化证券分给每个人。波兰呢，就是它主要是考虑内部职工他们跟每个国家的国情有所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设定的整个这个经济转轨的这个过程。你从中国出来了到波兰呢，你的印象是波兰是比较富裕、比较自由吗？还当时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然，就是波兰它和中国，它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阵营当中本身就比较特殊，因为就是由历史原因和这个苏波关系本身历史上有一些纠葛，所以呢，苏联可以说就是对波兰有几分不能说谦让吧，或者迁就吧，他还有点害怕。波兰是这个民族，他是不怕流血，怕流汗，就是他在经济转轨中，他有些东西变走。但是这个民族因为从3次瓜分，波兰的3次，就是俄国的3次瓜分，甚至4次瓜分，那这个民族和这种仇俄和这种恐俄的这种情绪一直比较强烈。到了那儿看，倒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富裕，但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第一，它没有经过合作化，就没有农民的土地没有集中，它完全还是小农生产。第二呢，我看到了团结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我就觉得当时在一个工会这么强大的国家里头进行私有化，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工会它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型国企的你要进行私有化，难度可想而知我也观察了这个过程。那我还想问你，比方说你当时长大的说的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那些说法，你看到那个听到苏联解体了，然后波兰的有巨变，这个你心里当时怎么想？我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当时在维也纳，其实819的时候我就想去看，因为对我们搞这个专业的人嘛。但是我在维也纳一个中餐馆，一个台湾老板那里打工。然后我就说819对我来说这是头等重大的事情，我要去。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就是你辞我和我辞你都要提前半个月来打招呼，所以就没有能去。
然后等到就是91年12月25号的时候，苏联剧变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就得到消息，所以我就早早的等在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上。然后那一天他要换旗，把苏联的国旗换成俄罗斯的3色旗，然后在红场上也有很多记者驾着机子在采访所有的人的心理。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要问到我那天人也很多，我其实想问，如果问到我会怎么样的说？按理说我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母体突然之间就垮掉了，这个也有点复杂。但同时我又很庆幸，这个北极熊原来和我们在这儿对峙，差点就是酿成这种真正的这种热战。那现在它就垮掉了，我们这个北边的这个邻居垮掉，我也觉得好像大松一口气。那个时候心情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当时真是眼界是有限的，看不到整个世界，我们只能说比较中国和苏联。现在苏联垮掉了，那我们这个模式到底是怎么样往哪里走？我真是当时在那想，如果记者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我的确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因为这个80年代初那些中国的那些领导和学者还比较关心那些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那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还有派了代表团到那。也学习，还有希望比较大，然后就突然了，不管是他们做改革还是不做改革，在中国都解体了，对吧？是，当时因为文革的时候，我们走出文革，觉得所有的国家都比我们好所有的国家都比我们好，因为我觉得就像说休克疗法，他们只是休克了几年，我们文革整整休克了10年，我们就像从灰烬中爬出来一样的，看到每个国家世界上的那什么，从百姓的生活，从不管怎么，从生产，从物质供应虽然苏联也是短缺经济，但是这个短缺经济它的就是物价非常低物价很低，我们既是短缺经济，物价老百姓也承受不起，就是这种状况就是你走出去，我就觉得这个10年文革，我们丢掉了太多的时间，我们丢掉了太多的，不管是发展的时间，还是整个国家的重心完全转移到要打仗，要跟苏联打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应该在世界上的地位，包括呢我们搞这行研究的，我们也因为我以前是搞历史研究的，这个时候呢我的兴趣就开始转向转轨研究。我觉得呢从历史要辐射到现状，从现状要看到未来，那从我个人专业上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所以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比较注重就是政治转型、经济转轨包括社会的变化，这方面都是我的关注范围。那你刚才已经说了，你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在那个当地跟那个波兰的老百姓谈话，然后你在实际的研究，你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资料写你们的书？当时我跟就是我的学术联系人，我是需要写一篇波兰文的文章。但是呢，那个时候处在转型期，所有的大学老师都是有第二职业。他也知道以我的波兰文的水平，可能写一篇波兰文的文章还是有点吃力。那我呢又想有大量的时间往外跑，不想老老实实的蹲在这个教室里来写，我就跟他商量，他俄文很好，他本来就是搞俄波关系的，那我跟他商量，就是他叫 Vechalkevich，我跟他商量，我说我用俄文写一篇，你帮我翻译成波兰文行不行？他想了想，他说好吧，因为这样的话呢，他比改我的波兰文写的东西，他可能要更省事他更省事。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他，这个就算我的这个结业，还不能叫毕业，就我的结业应该交的这个就是他
同意了我这个要求以后，我就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往外跑。我的观察，社会调查呀、问卷调查呀，这只是一方面。那真正要看的话呢，第一个呢还要收集报纸，波兰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就是那个时候应该说我的波兰文还能管点用，但是现在全都还给老师了，非常惭愧，还给老师了。但是俄文的阅读还可以，俄文的阅读还可以，所以我们也经常去苏联，苏联开放档案，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就想着，就是这个档案可以随便调阅，但是苏联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的，就是它档案没有编目，必须你要提供你要多少卷宗。多少条目，多少那什么，你要说到非常具体，因为那个档案它是整个柜子一柜子一柜子放，里头不能说随便就能够抽到你要的那个，你只能说的很具体，填写的很具体，它才能够找得到，否则它是大海捞针一样的，很难找到。在这个过程的话呢，你就要很熟悉。可是呢，我熟悉的档案呢，基本上是历史方面的。但是在转型当中，我们开始对现状和苏共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因为那里头有太多的谜没有解开。如果现在你去看档案的话，我们就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打开了一个宝库。但是因为鉴于这个问题，很多档案的卷宗我们并不了解是哪一卷，那就很难找。可是你想要复制呢，当时苏联的复制是非常贵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拿去复制，非常贵的。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可能就是想着，反正这个东西以后可能就是回国以后，我查到具体的卷宗，如果再来找，就会很便捷。可是没有想到呢，苏联很快就关闭了档案开放的这个大门，因为有很多人在看档案的过程当中，他是涂改抽取档案，他把那个档案抽走。为什么呢？尤其是在社会档案这一方面，每6个苏联人成年人就有一个告密。就有一个告密，就告密成风，使人际关系大洗牌。你根本都没有想到，凡是告密的人都是身边最亲密的人。我想那个阿列克谢耶夫在那个二手关系里也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我知道的有一个人告密最多的，他是告密了29个人。他的老师、他的妻子、父母、同学、学生，就是他的这个社会关系的左右上下，所有的人全部都告密。那这个档案公布以后，就使得很多人去抽取自己那一部分档案，就把自己的档案抽着或者撕下来，这样就使得这个叶利钦时期呢，第一他就关闭了这个档案，另外呢他就开始发现这是一个生钱的机会，他就卖，就是多少钱他就卖，那就这样就使得我们后来看档案就非常不便利。没有想到，如果我当初想到的话呢，那在档案馆里多泡些日子呢，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收获的。但是当时就以为，只要它开放了以后，总有的是时间来看，就错过了这个很好的时机。还那个申志华老师，对，我知道花了自己很多钱。对，我也知道他去买档案呐，他也去查档案呐。对，这个所以你也参加过很多比较那个国家比较那个高级的单位，比方说中共马列主义的编译局，是那个苏联东欧的处长啊，还有不同的国家的那个研究协会，关于苏联和东欧的对历史研问题。所以那个我想问你，那个苏联刚解体了，是不是那个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不是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到现在还中国出了很多书，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对吗？它是这样的，中央编译局是这样一个机构，中央编译局是49年成立的，然后当时主要是俄文翻译，到93年的时候呢，正式开始马恩列斯著作翻译，最早是翻译斯大林全集，
啊，然后它现在已经并入了中央文献、中央档案文献研究室并在一起了。这个中央编译局它除了有马列部、文献部以外，它还有2个研究所，一个研究西方左派，一个研究原来第1国际、第2国际、第3国际传统下来的这些国家的它有4个刊物。4个刊物，就是凡是集中关于左派、社会民主党一些很多的东西，都是中央编译局出的。还有个很不错的出版社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出版社。我在中央编译局待了10年待了10年。当然我在那儿的时候，主要是在一个研究所在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要是搞东欧、俄罗斯这一块东欧俄罗斯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它的转型90年代有一个提法，就是苏联东欧是被和平演变，被西方和平演变。我们其实就是在东欧的时候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捷克问这样的问题，我说你们怎么样看中国提出的和平演变？然后当时一个对中捷友好的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老太太，她对中国感情很深。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他说和平演变是一个双向的，就是不是说只有你能演变我，我也可以演变你，双向的谁能演变谁，在这里面文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谁更文明，谁对谁的这种演变的能力就更强他提了这么一点，他就说你们应该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是西方演变你们，你们没有演变了西方？他提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当时真的不太好回答。那的确，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了一点呢，他说其实人类文明就像在一个充满了沼泽、泥泞、荆棘的小道上走，稍不留心，你可能就会陷入到泥沼当中。我不知道他这个话预示着什么，但是他给我们一种启示呢，就是文明其实是很脆弱的，往前走实际上有很大的可能性还会有回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也回答了。我通过他给我的这个回答，我其实也想明白了很多的道理。那个时候就是你要谈和平演变，你要是在东欧这些国家问的话，很多人都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你从波兰来说的话，它其实左右轮流坐庄，都换了很多次，但总的来说，左边的这边是往下走的右边的力量的，当然有各种因素存在而且呢，如果共产党不改过自新的话呢，其实它是很难再上台的就两边左右轮流坐庄，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去对，波兰人还很骄傲，他们推翻了那个制度，对吧？对，他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对，就是他们自己推翻了，对吗？对。我有一个博士生，他也研究那个中国那个90年代以来的苏联研究，好像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派，还不同的说法，为什么苏联解体了？所以一部分的人说那个斯大林模式，对吗？已经不好然后中国要改变那个斯大林模式才行。但是另外的人还是按照那个毛时代的说法，挂那个苏联的阿什达和Khrushchev那个赫鲁晓夫你当时也能感觉到他有这种不同的概念的。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我曾经是那个研究会当了很多年的这个秘书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有一个就是苏东研究的大联谊会它是在欧亚所下面，它是由新华社外交部还有各个大专院校的专家大家坐在一起每年都要开一次年会。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呢，就是官学的，就是主张官方的这种口径的话呢，那么
就还是坚持说这是和平演变呐，这是那就是很少从苏联自身找原因。那么比较实事求是、客观的一些专家嘛，认为是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应该从苏联自身来看。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讨论呢，它是分各个小组，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都在讨论。有时候大家会交锋比如说休克疗法到底对这些国家是好还是不好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都会讨论，会不同的派别，然后大家争论的也会很激烈大家争论的很激烈。但是好处是，毕竟有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讨论。现在可以说连这个平台都没有了就是而且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说话的。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件事情，好像是我觉得是二战多少周年的一个研讨会。当时呢，会上有人提出就是苏德秘密勾结这是那什么，我们的会还没有结束，还没回到北京，就有人告状就有人写匿名信说他是诋毁斯大林的攻击，斯大林对那什么。当时我们的办法，我那个时候因为是秘书长嘛，我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苏德秘密条约拿出来再讨论。大家就那很多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觉得那好啊，那再开一场讨论会。可是官方就知道，如果这个口一开的话呢，那就会更糟糕。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就压下去了，就不了了之了。有人告状，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没有下文。对，他不想改变对斯大林的那个评价。那现在那个习近平也几次讨论那个苏联解体的问题，好像就回到那种反修正主义，对吗？不是反那个斯大林主义想法，80、90年代一样了。那你在你自己的研究，你一个重点是那个十月革命和俄国的那个农村的社会，对吗？也是在那个十月革命之前的，对吗？你为什么开始跟那个题目感兴趣呢？我其实以前，当然我就是我的硕士论文，其实也就是搞农村，主要是搞那时候就是俄法战争时期，拿破仑入侵时候的。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受到可以说是秦晖的导师赵立新先生的影响，他那个时候对农村公社。因为马克思跟查苏里奇的信中也反复提到农村公社，我就对农村公社比较感兴趣。那么当时我们就编写了一本中国的第一本这个苏联通史简编我也参与了其中。我发现这里面有个矛盾之处呢，就是我们的师兄弟几个人，我们是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近代，我们每个人承端一段，然后每个人都说农村公社在解体。前面写原始公社的也在谈，到近代的也在谈。我就说这个公社有多么强大，为什么解体了1000年它还在解体？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农村公社里头包含的东西太多，它对了解俄国是一把钥匙，所以我就开始搞农村公社。那个时候其实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这个题目。到89之前，我就完成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里面也提到斯托雷平改革对十月革命的影响。那么这一段就这样逐渐这样搞下来呢，我有一个感觉呢，我就觉得我们以前的历史研究呢都是宏大叙事，就谈一些大的历史规律呀，谈一些这种。反而是一些很细节的方面的话呢，没有人去深入研究，或者没有人走到，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从博到约，然后我就开始走一些细的方面，把它从逻辑上要理顺看一些俄文的材料，把它要理顺，那就是从十月革命之前。从1861年农录制改革，然后接着到就是1905年革命，那么我发现农村的这个变化就有就比如说像俄国的土改，就跟中国的土改有个截然的不同。俄国的土改分土地，其实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是农民自行分的土地
像这种种种的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的话，是我之后就一个研究接下来套着另一个研究你比如说十月革命当中那么多士兵，那沙皇当时手握重兵，有将近100万，加上那个伤兵和后备力，将近有100万，为什么就没有去镇压2月革命？这个很奇怪。其实他也调了8个团，也去镇压，但是后来铁路被其他党派控制了，他没有能够到达首都。还有为什么士兵先乱起来，放下了武器？像种种这种问题呢，就是你走到这个细节当中，你就发现其实很多我们过去似是而非、不太了解的东西，你走进去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呈现出来。我还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革命党，没有一个人问革命党是不挣钱的，革命党是花钱的，那他的钱从哪来？从来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就对这个题目就感兴趣，我就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看他们到底从哪得到的钱。对，那个俄国的那个农村公社，对吗？原来是列宁也否定它还存在，都说那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消灭那个农村公社和那个民粹党，对吗？对，当时有这个概念。还有马克思原来也谈过这个问题。那对那个十月革命，那你的研究怎么改变你原来的那个概念？我原来其实也没有就完全像教科书中给出的那种很概念化的这些词句，因为我们做研究都还是一定要拿证据说话从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这种人类的康庄大道这是人类的新曙光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的这个政党，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模式，其实带给苏联这套政治制度是跟它的解体之间是有必然的关系的。它的逻辑发展走到后面，不可能是铁打的江山万年长的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做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没有套入到那些概念化当中我也知道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应该是汗牛充栋，有无数的这种东西，但是无数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那种宣传性的东西，或者就是那种很空洞的一些东西。还有那种电影列宁对，它有些很多细节其实都是电影化的演绎电影化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完全就跟那个教科书就有很大的区别就有很大的区别。我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说走到我面前说，我坚决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我说是就是我非常尊重您的这种想法，但是您知道这个十月革命的成果是怎么来的吗？你想听听这中间的过程吗？他说我不想，他告诉我说我不想。我说你不想，那你怎么就形成这种概念的就有的学生他就很喜欢，就你告诉我一个简单的答案然后这个答案，然后我发现我原来心中坚持的东西被你一点点解构掉了，他们就觉得那这个东西对我的颠覆性太大，我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我说我希望你用材料来驳倒我，如果你用材料驳倒我，我觉得我将会非常高兴我说你所坚持的那个理念，你是个坚定的坚持理念者，那么你也需要用大量的材料来为你这个理念做支撑。如果你建在空中我一下把你的基础扯掉那你不就掉下来了吗你就掉下来了吗？你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它就塌方了吗？对，好像那个题目也比较敏感，因为我那个否定十月革命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吗？可能就被否定的，对吗？我们的研究当然还是偏向于就是从具体的具体的某一个方面，你包括像布尔什维克党，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像斯大林上台的党内斗争。你说托洛斯基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你说布哈林是不是？你说37年、38年那种整个的这种把托洛斯基
基诺维耶夫、加米涅夫这些人都干掉，那他们是什么样的党？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不过是在争天下，谁拿到了这个争天下的这个旗帜，那我就是正确的，别人就都是魔鬼，别人就都是。那你想想这里面有多少是理想的成分，和是原来他们所坚持的，他们就承诺实业革命要达到的目标，让他们越来越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对，那我原来也做过研究，比较那个苏联和中国的那个大饥荒，对吗？那我想问你，你80年代已经知道吗？在苏联那个31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饥荒啊。是的，这个我们很早就知道，很早就知道啊。我觉得就是苏联的饥荒和中国的这个饥荒之间有比较大的不同的一点呢，是当然他们都是为了从农村中汲取更多的粮食来为什么所谓的工业化呀来服务。但是呢，因为苏联它在集体化过程当中的话呢，苏联的农村公社还没有完全破除，所以苏联的反抗相对激烈一些。托哈谢夫斯基曾经调了很多的军队去放毒气啊什么来镇压农民的那种反抗，中国的反抗就要少得多。我记得曾经杜润生先生搞农村改革的就说苏联专家在我们搞集体化的时候曾经说过，你们中国搞不成，说你看原来苏联是有农村公社这种半集体的传统，他搞集体化费了4年的功夫，宰掉了半数以上的大牲畜就是入集体化的时候就把那牛啊马呀都杀掉了。他说像你们中国完全是这种小农经济都是这个每家一户的，你们要搞集体化可能难度更大。结果呢完全和他想象的相反，中国要比苏联搞集体化要容易得多也有在华南地区和在江南地区也有一些小小的反抗，但是整个北方农村几乎可以说没有办法和苏联同日而语。那这里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原来的农村的这种组织结构，或者我们把它叫组织纽带已经破坏了，而且加上中国本来就是编户齐民，皇权可以直插个人，它不像俄国一样的还有农村这么一个小共同体，所以反而中国搞得比苏联要容易对呀，跟土改可能有关系，对吗？因为在土改应该那个原来的高层被打倒了消灭了，但是在俄国80年代，对吗？还有教堂还有富农，还有那个共产党在苏联基本上在农村没有多少党员，对吗？所以但是你们80年代你们已经知道苏联有过一个饥荒，你们从哪里可以看到？还挺高的。因为俄文的材料你是能够看到的这个我们早就知道这个早就知道然后那个85年以后，那个 Gorbachev 上台以后，你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对，因为他提倡公开性嘛，民主化、公开性，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还有一些翻译的供内部参考的一些资料，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都是能够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俄国的评价有不同，但是在东欧的评价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原来东欧这个阵营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说，一切需要苏联盖章批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东欧才可以起来。对，在德国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因为他有驻军嘛，原来有大量的驻军，
从东德呀这个地方的驻军，一直到90年代初才撤完。原来都是在东德有大量的驻军的。但在东德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所以这在80年代苏联的军队还在东德，他们不太受欢迎。但是现在很多东德人不满意，就说那个德国的外交政策才就是太反对俄国和这种他们想跟俄国和好啊，这种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那当时在苏联开始有这个Gorbachev 的这个改革和公开性啊，你们的希望很大呀，在中国可能有那种的政治体制改革吗？对，我们当然也是希望中国，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人类前进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希望，但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有很大的，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潮流之下的话呢，对中国是会有影响的啊，是中国有影响。但是89年，这对我们所有人。其实89年你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到北京和邓小平谈的时候，但是89年的那个运动起来，所以89年之后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状况。对。现在中国选择另外改革的方法，对吗？要经济为中心，对吗？对反正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嘛，可能也有一种说法是苏联是因为就是搞了政治改革，没有先搞经济改革，所以中国要反过来先把经济搞好，然后政治改革可以把它放在以后再说，这是有这么一种说法的。那你90年代几次到俄国，还见到苏联，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经济当时很差吗？有货币膨胀啊等等。对，我90年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他。可以说是它倒没有就是显出通货膨胀，但是它的短缺经济十分突出，就是几乎货架上什么都没有，买到的东西仍然很便宜但是它采取的方式就是今天是复员军人可以买东西，明天是幼儿园的老师可以买东西，它以这种来限制货币流通，很明显你就可以看到短缺经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已经。这个时候呢，像东欧已经开始放开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物价很贵，但是商品充足。东欧刚开始的那个兹罗提，就是它是那种旧货币的，就是后面一串零。给我们发助学金的时候，就是后面一串零。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个十百千万一个一个要数过去，这才知道是几百万还是多少万才要知道。其实苏联后来也进行了一次这种，我认为是就是坑储户的一次改革。他通知在周六还是在周日可以兑换这种大额的这种卢布，就是你手中有了，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兑换。但是我在波兰又赶不过去，等我赶过去的时候，它只有很短的时间，因为大家都在急着换嘛。其实我手里的大额卢布全部就作废了，只要过了这个时间就作废了。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就是其实就等于国家坑了这种住户。你很多人都有储蓄，也许有的人是一辈子的储蓄，他没有能够兑换的话呢，那就全部就作废了。对，对，那可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你90年代看到那个俄国的经济危机和当时很多西方的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把俄国当一回事了，对吗？觉得现在是什么阿流水平的国家，那时候然后俄国发动那个乌克兰战的时候，好像现在有得承认那个俄国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有的人也说，好像俄国它总是一个帝国呀，一直没有变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呢，这种看法我们一直就有，因为我们觉得从就是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凡尔赛的这个条约的这个复仇，才有了二战然后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就觉得西方有它短视的一面。
在冷战时期呢，就冷战学或者是俄罗斯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不但国家有大量的拨款，民间智库也有大量的投入的钱，所以研究的人力物力都是非常多的。但是苏联剧变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就认为苏联完全已经沦为一个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分手，那么它的阵营，苏联阵营这一层表皮也已经脱落，然后第二层也脱落，那苏联要么就是正常的国家，要么就是一个二等国，所以就不值得重视了。那这些呢，研究者呀，或者这种经费呀，都纷纷的削减，苏联就是俄国研究就成了一个薄弱环节。当时我就觉得这点不对。第一呢，它毕竟是一个大国；第二呢，它是一个有历史包袱的大国；第三呢，这种解体呢，不管是在民众心里，或者还是在领导者心里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有点意难平，就是觉得这口气好像不对。所以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像自民党的日利诺夫斯基就可以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所有的共产主义可以聚集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大旗下，使俄国再度起来。那这个呢，就是俄国的这种帝国思维，就会导致俄国对原来苏联解体的这些东西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种爆发性的，或者全民到以及他的领导人心目当中都可能还会想把那个苏联解体的那些国家又会收回来。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我们就有这种预感。我们觉得呢，就是西方的苏联学研究不应该太短视，不应该只看到它已经解体了，就说认为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啊，它的后续以及它的后苏联时代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艰巨的需要研究的一个任务，这样你才能对俄国后续做出的反应有预判。有预判，本来俄罗斯就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民族，它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状况下的话呢，一下大家就觉得大撒手，这已经就不值得研究，或者呢，就经费呀什么各方面都没有了。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有的呢是出于讨厌他，有的是出于给他割裂，就是我给他切割，我跟你不沾边了。有的呢就觉得呢，反正呢，你现在呢还需要看别人的脸色。那在这种状况下呢，整个的俄罗斯研究就开始往下走。在俄乌战争以后，很多国家才发现，实际上这中间有一段空缺，对苏联的研究，就是对俄罗斯后苏联时代的这种研究，其实不应该中断的。我觉得其实西方现在不管是对中国研究，对俄国研究，其实都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对，但是好像一段时间那个中国也特别关心那个西方的发展，也可能不是特别关心俄国的，对吗？那个还算可以。对俄国的呢，就是因为毕竟俄国是个大国嘛，以前关于苏联研究这个好多单位都会有这方面的。但是中国我觉得他研究有一个就有一点割裂。曾经在江泽民时代，好像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机会比较多，那么在那之后的话呢，就比较少，就像我认为把它叫做会诊一样的，各个方面在一起研究的这种状况，现在就比较少见。因为每个部门它都是从自己的考虑。情报部门嘛，我注重情报；那么就是外交部门嘛，我注重外交。其实一个国家还是应该全方位的，你不管从经济、外交这各方面来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沟通的话呢，我觉得会互相都有启发。我曾经给那些搞情报的说你们是短线研究，短线研究就是情报很快然后跌的，而我们呢是长线研究，长线研究就从历史上要看，从各个国家要看，从历史上纵向要看，这样你才能把它摆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你会看到从历史上相同的事情，或者别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后续情况。
我觉得这种综合研究现在还是比较欠缺的。对，现在反正中国政府说俄国是那个很亲密的那个战略伙伴，但是我印象中，比方说中国的老百姓不是特别关心那个俄国的事情，包括中国留学生很多还要到西方去，到美国，到英国，你怎么看？好像那个两个民族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密。它当然一方面呢有官方热、民间冷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其实到俄国留学的还是很多，因为俄国留学的费用相对低一些嘛，还是有啊，可是呢，作为研究者，尤其是官方研究者，他们现在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人格割裂，就是有一些比较高层的研究者，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然后在这里说俄罗斯的好话，就有点表里不一啊。这种人格的分裂，在很多研究者身上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说一句玩笑的话，你如果真的是热爱俄罗斯，你咋不把你的孩子送到俄罗斯呢？他们往往是研究是工作啊，那种是生活啊，所以他们是分开的。OK，好像那个两个民族的这个关系，对吗？以前那个50年代的那个苏联是老大哥，对吗？然后我跟一些俄国人说，今天应该可能是中国是老大哥，但是可能很多俄国人不会接受，好像那个普京他的目的也是要西方承认他有是一个大国。是。那俄国呢，本来就是你可以看作就是它的那个双头鹰，它一面向西，一面向东。但是其实，在普京的前期，他还是更加向西，他希望西方能够承认他。中国当然快速的发展嘛，经济上的这种发展，现在就是俄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总量的话，也就相当于中国比较大的强的一个省而已。那么当然就是俄国人心里还是有点就是很大的失落感，就像看一个暴发户一样的这种看。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是普京到北大讲演，派了很多这个学俄语的人在旁听啊、提问啊，当然这都是事先组织好的。曾经有一个就是学俄语的北大的一个人跟就是普京提问说，您看就是普京先生就是你看我们的那会儿还是江泽民时代，说你看我们的江主席俄语说得很好，您怎么不能用汉语说来表达呢？那普京的这种外交辞令还是有所准备。他说那你们江主席很伟大嘛？就是他不过回答，他说不过我的女儿在学汉语。他当然认为就是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啊，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使馆的人员跟我们在下面说，你们说俄语是对的，因为从第三国际开始都是你们在学俄语，我们干什么要学汉语？就是说他那个老大民族的那个架子还是放不下来的，他心底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儿。我觉得使馆的或者他们那种工作人员说的话是他们真正的心里话。对，所以那个中俄关系还是挺复杂，所以特别感谢你今天接受的这个采访。好，谢谢文浩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